女儿被绑匪带走那天，我才知道，那要我超过50块花销就必须打报告的老公，原来是千亿总裁。我以为看到了希望，哭着求他借我20万救女儿，他却在电话里满口训斥：你居然用绑架来骗我的钱，跟那些拜金女有什么区别？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没办法，我只好向公司预支工资，可钱才到账，又瞬间被划走，消失不见。他再次打来电话骂我：你哪来的钱？是不是背着我去勾引别的男人了？许知瑜，你别太无耻，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绑匪没收到钱，女儿在我眼前活生生被折磨而死。我抱着她的尸体跪在泥地里嘶吼，直到耳边响起系统久违而又毫无感情的声音：攻略男主失败，倒计时5天，即将带宿主脱离世界。我突然就笑了，也好，这整个世界我都不要了。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全文一更到底，别忘了按赞、留言、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精彩故事现在开始。女儿的尸体火化之后，我把她的骨灰制成了一枚戒指。回想起在荒郊野外发现她的时候，她那小小的身躯布满了伤痕，我的心就痛到几近窒息。人群里忽然传来一阵欢呼，我迷迷糊糊地抬起头，才发觉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已经来到了城市里最高最耀眼的大楼跟前。那大楼上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我老公给他的白月光的女儿的生日祝福语：秦双双生日快乐。那光照在我身上，却让我感觉全身愈发寒冷。这就是豪门千金的快乐吗？真让人羡慕啊！全世界都知道他过生日，人家可是千亿总裁的女儿，生来就是享福的命。都说何总最疼他老婆了，连女儿的姓都跟着老婆姓，这也太宠溺了吧！享福，我紧紧攥着手中的戒指，嘲讽地笑了一下。这引起了旁边一个小姑娘的注意，她看到我双眼流泪，赶忙递给我一张纸巾：阿姨，您别哭了，我们普通人也有自己的活法。您已经结婚了吧？这枚戒指可真好看。我的脸色十分苍白，没错，我结婚了，我的丈夫是何琛，你能相信吗？这才是我的女儿，今天是她5岁的生日。我举起那枚戒指，表情瞬间变得像个疯子一样狰狞，所有人都被我吓了一跳，一边后退一边窃窃私语，真是可笑。这个大妈居然说她的丈夫是陆总，也不看看自己的样子，邋里邋遢的，太恶心了。他们满脸嫌弃的四散而逃，只留下我紧紧握着戒指，仰天大笑。是啊，他们怎么会相信呢？没有人会相信何琛的妻子只是个平凡人。就像绑匪告诉我他是千亿总裁的时候，我也曾以为看到了希望，只不过是向他借20万的赎金去救女儿而已，他却骂我是拜金女。许知瑜，我不会给你钱的，你可别把圆圆带坏了。月儿说当初你救我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这么多年你的心机可真深啊。他宁愿为他的白月光的女儿豪掷100万庆祝生日，却不肯借给我20万来救我们的女儿一命。他才5岁呀，今天也是他的生日。我把戒指戴在脖子上，那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响了，传来何琛冷漠的声音：你把圆圆带到哪里去了？赶紧来景院做饭，双双想吃家常菜了。我真想把手机砸到他脸上去。如果人这一辈子会有后悔的事情，那么捡到何琛的那一天，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后最后悔的开始。没错，我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有一天我醒来，发现自己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脑海里还有一个毫无感情的系统提示：攻略反派男主系统开启，阻止男主黑化便能回到原来世界。在原来的世界里，我家境富裕，父母都很疼爱我。一开始我并不甘心被这个所谓的系统所操控，可是寻找了很多次回去的方法都没有结果，却碰到了我的攻略对象何琛。我还记得在寒风里，当时他蜷缩在路边的汽车站，看起来就像一只等待被人领养的小狗，那么可怜又狼狈，让我心生怜悯。所以我开始按照系统的要求去温暖他，嫁给他，还给他生了一个女儿。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他骗了我，系统也骗了我，因为系统只让我去攻略，甚至都没有提过他的身世。我以为他是掉进阴沟里需要被拯救的反派，穷到我花50块都要给他打报告，结果人家是千亿总裁在游戏人间，我和女儿都只是他的消遣品，实在是太可笑了。大概从来没有像我这么愚蠢可笑的宿主吧。我的心就像破了个洞一样，疼得让我失去了知觉。直到现在，我唯一眷恋的女儿也不在了，系统又来找我了。攻略男主失败，倒计时5天，即将带宿主脱离世界。也好，反正这个世界我也不想再要了。没等我回答，何琛就挂断了电话。他认定我一定会去，因为我一直以来对他都是言听计从，
爱他爱到了骨子里。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嘟嘟嘟的忙音，我擦干眼角的泪水，想要我去当免费保姆做饭是吧？行。我打车到警院门口，按响了门铃，门被打开，里面充满了欢声笑语。秦月穿着一身红衣和何琛站在一起，就好像他们才是一对恩爱的夫妻。秦月最先反应过来，知雨姐，快进来，今天是双双的生日，我们正在给她庆祝生日呢。看着满屋子的彩带和气球，我心想，要是圆圆还在的话，她该有多高兴啊！毕竟今天也是她的生日。可是现在胸口的戒指在发烫，我对上何琛那高高在上的目光，他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来了就赶紧去厨房做饭，把圆圆叫来，让她陪双双玩。圆圆来不了了。当我僵硬又冰冷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何琛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你非要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闹吗？许之瑜，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到了这个时候，他还觉得我只是在无理取闹。我平静地看着他，愈发觉得这屋子里的人都像跳梁小丑。何琛，你还记得吗？今天也是圆圆的生日。何琛一下子愣住了。5年来，他每次都会在今天找借口去陪他的白月光和他的女儿过生日，哪里还会记得自己的女儿也是今天来到这个世界的，也是今天他被绑匪折磨致死。在开口的时候，他的语气终于有了一丝愧疚。那再买个蛋糕吧，就当也给圆圆过生日了。凭什么他能豪掷百万让秦月女儿的名字在大楼上滚动播放，接受所有人的祝福，到了圆圆这里就用一个蛋糕来敷衍了事？不用了。我红着眼眶笑了笑，直接拐进了旁边的厨房。很快我就炒好了2个小菜，但是各种各样轻蔑的嗤笑声还是从各个方向传来。何琛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我知道他现在已经非常厌恶我了。光洁的地板映出我满身油烟味的狼狈模样，我也厌恶现在的自己，就像个保姆大妈。真希望能快点回到我的世界呀！彻底解脱的话，这种心痛的感觉是不是就会减轻一些呢？等我在端着菜出来的时候，却看到客厅里的秦月正在沙发上翻找东西。他抬头看到我，眼尾都急得泛红了。他的女儿秦双双也奇怪的恨恨地瞪着我，突然说道：何爸爸，会不会是这个阿姨偷了妈妈的戒指？我皱了下眉头。什么？秦月就好像马上要哭出来一样。知玉姐，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成眼中钉，但是那个戒指是琛哥哥在我18岁的时候送给我的成人礼，你能不能别卖了，还给我？我下意识地看向何琛，看到他也皱着眉头，眼神里充满怀疑。我的心像掉进了冰窖一样。我被气笑了，把菜放在桌子上。我刚进来就进厨房了，不是我。何琛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直到视线停留在我的脖颈处，他站起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许知玉，你这个贪心不足的下贱女人，这屋子里除了你，还有谁穷得见钱眼开？赶紧把戒指交出来，别给我丢人。我没有。手腕快被扭断的感觉让我挣扎起来。秦月赶紧装作上前阻拦：知雨姐，我求求你，那个戒指值不了多少钱，你要是想要20万的话，我给你20万。这句话刺痛了我好不容易隐藏起来的伤痛。凭什么？我大吼了一声，声音都在颤抖。何琛，明明是你骗了我，我把你救回家，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结果你说你是穷人，只许我花50块，我只不过是想求你借20万给我救女儿，你却……话还没说完，啪，一巴掌狠狠地打在我的脸上。紧接着何琛就来撕扯我的衣服。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刺啦，廉价的衣服被他一扯，我的肩膀露了出来。即便这样，何琛还是没有停手，直到我用来挂圆圆骨灰的细绳被他扯了出来。白色的戒指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地说道：这个也不是月儿的戒指啊。何琛也愣住了，他又低下头仔细看了看戒指，然后抬头看我。我捂着被他扯烂的衣服，脸上红肿着，嘴角还有一条血痕，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他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说不出来。秦月也愣住了，结结巴巴地解释道：对不起啊，知雨姐，我的戒指真的找不到了，琛哥哥看到你的戒指印就以为是我的。何琛冷哼了一声：谁叫你戴个戒指还藏在衣服里，楼上有月儿的衣服，你去换一件吧。他打了我，侮辱了我，就这么一句换件衣服，那是圆圆的骨灰，我真是的把它戴在脖子上，难道是我的错吗？我仰头擦去嘴角的血，把眼泪逼回去，然后咧开嘴笑着看向何琛。何总不想问问我这是什么戒指吗？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又都落在了那枚戒指上。何琛满不在乎地说：一个路边的便宜货而已。说着，
他直接把戒指扔进了垃圾桶。我尖叫了一声，吓得赶紧去翻找。大家看着我的样子，惊恐地往后退了几步。我的圆圆，是妈妈对不起你。许知瑜，你还捡起来干什么？便宜货就该扔在垃圾桶里。我在垃圾桶最底下才找到它，心疼地捧在手心擦了又擦，颤抖着双手像个疯子一样把它擦干净。然后我抬起头，死死地盯着何琛。你不是问圆圆在哪里吗？她就在这儿啊，这枚戒指就是她的骨灰啊。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何琛深邃的瞳孔也猛地一缩，看着我举着戒指一步一步向他走近。你以为我真稀罕你那几个臭钱？现在圆圆死了，我也不爱了，从此我们恩断义绝。何琛被我突然的举动吓到了，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我嘲讽地笑了一下，又小心翼翼地把戒指收进手心，然后转身，见我要走，他又着急地想来拉住我的胳膊。他威胁道：许知瑜，你在骗我对不对？我不相信，我现在就给警察局打电话，告你把我女儿藏起来了，还诅咒她死。打吧。什么？给警局打电话？我一点一点地掰开他的手，继续拖着没有灵魂的躯壳拉开门走出去。外面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起了绵绵细雨，就好像老天都知道要为我的小圆圆流泪，而他的父亲却一直把他和我都当成垃圾。算了吧。回到家中，满地的玩具和那熟悉的气息又一次让我的心疼痛难忍。环视四周，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带走。于是我走进圆圆生前的房间，靠着墙瘫倒在地上，只盼着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快点到来。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我一次又一次地梦到劫匪折磨圆圆的场景。她小小的身体蜷缩着，气息微弱地呼喊着妈妈，妈妈救我。她那双纯真懵懂的眼睛里满是对生存的渴望。她不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打她，她不明白妈妈为什么没有立刻出现在她身边保护她。而我每次都竭尽全力去抱她，可刚把她抱进怀里，她的瞳孔就开始扩散，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等到何琛终于又想起来回家的时候，这一天正好碰上我像鬼一样在黑暗里嘶喊。我好不容易熬到了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天，我心想就这么悄无声息的离开也挺好。你又在搞什么鬼？还想说圆圆已经死了，院儿都帮我问过警察局了，最近根本就没有人被绑架，也没有小孩死亡。你不就是想要钱吗？让圆圆出来，我把每天的花销额度给你提高到100块。秦月说最近没有人被绑架。我手指蜷缩了一下，这个时候真的很想再给他一巴掌，可是我的身体在系统的作用下已经极度衰竭，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想骂他都骂不出声来。何琛说完，不耐烦地看着我，又等了一会儿，见我依旧一言不发，他满脸戾气地走到我面前蹲下，伸手掐住我的脖子。许知瑜，你听到没有？就在这一瞬间，脑海里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宿主即将脱离，倒计时开始，10、9、8，我的嘴角开始大量的涌出鲜血，还溅到了何琛的身上。看到这一幕，他松开了手，脸色也立刻变了。知瑜，你怎么了？他慌乱的来擦拭那些血迹，可是血却越擦越多。最后一直到系统数到了1，我始终没能说出一句话，呼吸停止，眼前陷入一片黑暗。许知瑜，记忆如同走马灯一般在脑海里渐渐消散，仿若重获新生。系统告知我在原来的世界其实仅仅过去了1年。他把我在攻略何琛期间所获得的小奖励进行了兑换，虽然仅仅是让我从此拥有健康的体魄，但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莫大的恩赐。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感觉手被人紧紧地握着，我母亲的面容出现在我的眼前，她眼眶泛红，看上去疲惫不堪。小鱼，她轻声细语地开口，嗓音沙哑。紧接着屋子里满是家人，父亲、爷爷、奶奶，谢天谢地，他真的醒过来了。我就知道小鱼不会就这么离我们而去。随后又走进来一位医生，他熟练地检查了我的身体状况，得出结论，他的苏醒就像是一个奇迹，而且一直困扰他的病症也都消失了。所有人都满怀欣喜地看着我，这些深爱着我的人，我所熟悉的世界。我捂住不由自主流下泪滴的双眼，嘴角泛起一抹苦涩的笑。这一觉仿佛睡了一辈子，在医院里调养了数日，我坚信终有一日能够彻底将何琛从记忆里抹去，也能够把圆圆深埋于心底。我母亲每日都会前来照料我，当不得不回家的时候，她就会指着那天给我做检查的医生说道：小鱼，沈医生可是被称作27岁就博士毕业的天才医生呢。说着，他凑到我耳边，语气里带着一种别样的意味。
当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他自己找上门来说要帮你苏醒的，他主动找的我感到十分惊讶。小时候由于身体孱弱，我身边并没有多少朋友，只要是我接触过的人，我应该都会有点印象才是。所以当他再次来给我做检查的时候，我紧紧地盯着他。沈医生，我们以前认识吗？我母亲说。沈北生听到这话，抬眼与我对视。他生得极为好看，身着一袭白色大褂，却长着一张像校霸似的脸。要是放在以前，我肯定会一眼就被他吸引。可如今，我已经吃过一次亏，长了教训。男人没几个好东西。沈北生的表情毫无波澜，而后他低下头，不紧不慢地回答道：“认识。许妹妹这个外号就是我取的。”我惊愕地瞪大了双眼。什么？关于许妹妹这个外号，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总是频繁生病请假住院，要么就是一天到晚都离不开药。幸运的是，我遗传了父母优良的基因，有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说法，所以许妹妹这个外号不知何时就在整个年级传开了。我的笑容略显窘迫。哦，原来是你呀！你那时就这么关心病人吗？学医是你从小的梦想。他修长的手指在病历本上停顿了一下，接着便听到他头也不抬地继续说道：“不是，许妹妹，我是为了你才学医的。人总是会遇到许多想要避开却怎么也躲不过去的事情，就像我的主治医生沈北生，他的长相让我时不时觉得自己好像有点不识好歹了。还有，系统是在一个深夜来找我的，因为宿主的死亡，男主彻底走向黑化，那个世界都快要被他折腾的覆灭了，请宿主能否回去一趟？”我嘲讽地笑了。何琛彻底黑化，他不是深爱着秦月吗？我想都没想就冷冰冰地拒绝道：“不愿意，我不想再看到他。”或许是我的冷漠态度让系统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以为他不会再来烦我了。谁会愿意回去拯救那个把自己伤得遍体鳞伤的前男友呢？结果过了一阵，我正迷迷糊糊打算安心入睡的时候，如果宿主回去拯救那个世界，主系统可以满足宿主一个条件，任何条件都可以。我下意识的又打算拒绝。等等，任何条件都可以。我躺在床上，扭头看向窗外的夜空，外面灯火璀璨，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啊！而圆圆都没来得及看一眼这个世界。好，但是我的条件是让圆圆回到我身边。系统马上就答应了。当我再次站在与何琛租的那间出租房外面的时候，脑袋还有些晕眩。系统提示说，这次的任务时间仅有6个小时，不然的话，恐怕原世界中我的身体状况会被他人察觉。推开门，地上的玩具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冰冷的屋子毫无生气，空气中只弥漫着宿醉之后难闻的气味。我皱了皱眉头，似乎听到有人在哭泣。我朝着哭声传来的方向走去。半掩着的房门内，秦月正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离他几步远的地方。何琛双眼通红，抱着酒瓶不停地念叨：“滚出去！”说完，他又仰头灌下一口酒。圆圆的玩具，还有我平时的那些小物件，都被他收拢起来，堆放在自己身边，真是滑稽啊！秦月着急地想要阻拦他：“琛哥哥，你别再喝了。”然后像是听到了什么动静，转头正好对上我一双沉静的眼睛。许之瑜，他那尖锐的声音让何琛也立刻清醒过来，看到真的是我，他连滚带爬地扑到我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之瑜，是你吗？真的是你？我就知道你没死，我都去调查了，是秦月，他说你就是贪图我的钱，他说圆圆没有被绑架，你原谅我，之瑜，对不起。他哭得声嘶力竭，满脸懊悔。秦月也哀伤地站在原地，我看着那一排排的空酒瓶，又看了看他短短几日就消瘦得不成样子的面容，笑了笑。何琛，当初你那么相信秦月，我死了，难道你不应该更开心吗？何琛摇了摇头，不是这样的，我爱你呀。之余，我糊涂，我是混蛋，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好不好？说完，他急忙掏出自己所有的卡，摆在我面前。我只求你别再离开我。我的视线从那一堆卡上又移回到他身上，那无声的嘲讽让他的表情瞬间变得有些扭曲。是吗？这些我已经不需要了，不过我们谈谈吧。曾经20万就能挽救我女儿的生命，如今即便一堆黑卡摆在眼前，我也不想再碰一下。我依照从前的习惯炒了2个菜。再次见到何琛的时候，原以为自己会心痛，可实际上内心已经极为平静。何琛目光炽热地紧紧盯着我，就好像生怕我又会突然凄惨地从他眼前消失不见。我刚一坐下，手腕就被他一下子抓住。之余，我直接将手抽了回来。我此次前来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救回我的圆圆。我陪伴了你10年，何琛，这已经足够了，不是吗？那10年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他。我低下头，平静地夹菜吃饭，整张桌子只有我一个人在吃。我希望你重新振作起来，就当是为了圆圆。一提到女儿，何琛的瞳孔就急剧收缩。他知道这是横亘在我们之间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而我的态度如此冷淡，就当我已经死了吧。你去过回以前的生活，别再这样疯狂下去了。何琛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把桌沿都快捏碎了。你还是要走？之余，你不能走。得了，跟他讲了这么半天都白讲了。我端正地坐着，直视他的双眼。何琛，你还不明白吗？我们已经无法回到过去了。他眼睛瞪得仿佛要裂开。回得去。然后他又一次变得暴躁起来。是不是只要我补偿你，就能回到从前？之余，给我一个机会，我帮你杀掉害死我们女儿的罪魁祸首，好不好？说着，他恶狠狠地瞪向对面的秦月，那眼神就像是从地狱冒出来的恶鬼。秦月被吓得不断后退，转身就想跑，却被何琛揪住头发，一把摔到我面前。之余，等我杀了他之后，我们再要一个孩子，我会永远保护他。他边说边掐着秦月的脖子，让他的脸都开始变得青紫。他还真是彻底黑化了。秦月在何琛的手中挣扎着，求救的目光投向我。其实我和他之间仅仅是因为一个男人，我已经不再爱何琛了，自然也不会再恨他。圆圆的死本就和他没有关系，他唯一犯下的恶行不过是隐瞒了圆圆的死讯，还诬陷了我一次，致使圆圆的骨灰被扔进垃圾桶，让他体验一下濒临死亡的感觉，这就够了。在他被掐死之前，我一巴掌啪地打在何琛脸上。我皱了皱眉头，这一巴掌就当是我还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何琛，我不管你现在内心有多黑暗，但是为了圆圆，请你按照以前的轨迹好好生活。系统的任务仅仅是让这个世界不崩溃就行。何琛是这个世界的男主，只要他没有彻底黑化，一切都按照以前的轨迹逐步发展，那么就算任务成功，这样这个世界的小人物就都能存活。何琛的手慢慢松开，秦月死里逃生，他在一旁大口喘气。我都已经认错了，之余，你知道我这么爱你，你还是要走吗？他的眼神绝望的仿佛随时都会熄灭。我叹了口气，你留不住我的。他握紧拳头，嘴角都被自己咬出了血。最后，他抬起头笑了一下，好，只是那笑容就像外面的阳光，温暖却又刺眼，满屋子都是悲伤的气息。6个小时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我从进来的地方拉开门，脚步没有丝毫停顿。这一次真的不会再回头了。睁开双眼，没想到第一眼看到的竟然是沈北生。他的眼底布满了红血丝，不知道在我的床边站了多久，外面才刚刚破晓。6个小时的时间，就连我母亲都没有察觉到我的异常。我声音沙哑地开口问道：沈医生，你站在这里做什么？沈北生依旧是那副表情。你做噩梦了，我来照看你。我满心疑惑，我穿梭到那个世界，在这边应该不会有反应才对，于是又充满戒心地看着他，而他已经脚步不稳地离开了。后来系统告诉我，何琛确实按照原来的轨迹活着，只是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主系统看到世界不再崩坏，就慢慢更换了男主，新的男主姓傅。至于他答应我的让圆圆复活这件事，他不带感情地说道，宿主结婚生子后的第一个孩子就会是圆圆，我们会让他不带记忆来到你身边，不用带着记忆。我不想让圆圆再背负前世那些并不美好的记忆，这一世他来到我的世界，我想让他从小就备受宠爱，看遍世间所有的美景。只是结婚生子，从那天起，我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沈北生，因为我怀疑那天晚上他发现了我的秘密。可他是我的主治医生，就连我出院的时候，他还叮嘱我半年内每个星期都要到他这里来检查一次。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我拒绝的态度已经这么明显了，他难道看不出来吗？我心里盘算着，干脆换一个医生好了。沈北生却直视着我，然后挑起眉毛。许小姐在害怕什么呢？全世界只有我能治好你。我的心跳陡然剧烈了一下，我怀疑他在撩我，但是我没有证据，然后我就再考虑考虑吧。沈北生番外对许知瑜的喜爱始于高中时期，那时他身体虚弱，总是坐在窗边，看着同学们上体育课，听着大家热烈的欢呼声。或许所有人的青春都是热血沸腾的吧，可他实在太过柔弱，让人不由自主的心生怜惜，而且他的眼底分明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向往。于是我靠在栏杆上，
隔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第一次下定决心，我要学医，想要把他的病治好。后来，他因为生病变成了植物人，尽管那时我已经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哪怕我紧赶慢赶，就算是天才医生又能怎样呢？我还是没能赶上他的花样年华。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守着他，可他始终没有醒来。如此娇柔的他，对外面的世界如此憧憬的他，让我满心满眼只有他的他，难道真的就要躺在这张床上慢慢凋零吗？我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学识，翻遍了各种各样的医书。那天得知他已经苏醒的消息时，我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我拨开围在他身边的层层人群，他面色苍白地坐在那里，却宛如一个奇迹。上天果然是眷顾他的，他活过来了，坚强地等到了花开的那一刻。后来有一天，许知瑜问我，那天他醒来看到我站在床边是为什么？话到嘴边，我又很明智地咽了回去。其实那天在他刚入睡，我就进了病房，所以发现平日里睡眠很浅的他，居然没有第一时间看向我。我慌张地喊了他的名字，不管我怎么呼喊，他都没有回应。我当时想，难道他这几日只是回光返照吗？我的心就像被击碎了一样，碎得无法拼凑。我在脑海里设想了无数种可能的原因，直到黎明时分，他突然又苏醒过来。我看到他眼底瞬间闪过的戒备，他肯定是在隐藏着什么。于是我说，你做噩梦了，我来照看你。果不其然，接下来许知瑜一边躲避我，一边试探我。我每次都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就像这一次，你做噩梦了，我真的只是来照看你。许知瑜再也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他也不再躲着我了，反而开始任由我靠近。天边的白云下是一望无际的蓝天，看来我的那朵花终将为我盛开。许知瑜，请你嫁给我，这一生我绝对不会背叛你。